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林晓，我是阿哲，欢迎收听我们的慢速中文播客节目。不管你是正在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还是对美国社会法律话题感兴趣的听众，今天这一期内容都绝对适合你。没错，很多外国朋友在看美国新闻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复杂的法律词汇和政治事件，比如叛乱法、总统权力这些，既看不懂，也搞不清背后的逻辑。今天我们就聚焦一个热门话题，美国的叛乱法，还有特朗普之前威胁要动用这部法律的事情。我们会用最接地气的中文慢速讲解，把复杂的法律知识和政治决策拆解开。而且我们承诺，听完这一期，你不仅能明白叛乱法到底是什么，还能看懂特朗普的决策逻辑，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真的动用这部法律。以后再看相关新闻，就能轻松理解，再也不用被复杂的术语搞晕。同时，我们会用到的都是 HSK 4到5级的词汇，大家在听播客的过程中，还能巩固中文词汇，提升听力水平，一举两得。那我们就赶紧进入今天的主题，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什么是美国的叛乱法？首先，大家要明确，叛乱法是美国的一部联邦法律，不是什么新法律，它的历史特别久，能追溯到200多年前。对，这部法律的核心作用就是授权美国总统在特定情况下调动联邦军队或者国民警卫队到国内处理内乱，或者强制执行法律。这里有一个关键知识点，美国平时有一部法律叫民兵法，这部法律明确禁止联邦军队参与国内的民事执法工作，防止军队干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地方治理。而叛乱法就是民兵法的一个例外。简单说，平时军队不能管国内的民事纠纷，但如果遇到了叛乱法规定的特殊情况，总统就可以调动军队介入。那具体是什么特殊情况呢？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某个州的政府请求联邦帮忙，因为这个州发生了叛乱，当地政府控制不住局面了。第二种情况是某个州里面联邦法律没有办法正常执行，出现了阻碍法律实施的混乱局面，总统就可以动用军队来保障法律执行。第3种情况是有一些人非法联合起来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而当地州政府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保护这些公民的权利，这时候总统也可以调动军队。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叛乱法就像是一个紧急备用工具，平时都放在柜子里不用，只有遇到特别严重的危机，比如大规模骚乱，法律完全失效的时候，才能拿出来用。而且这部法律的历史演变也很有意思，最早可以追溯到1792年，当时美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应对国内可能出现的叛乱，国会通过了一部召集法，这就是叛乱法的前身。后来到了1807年，因为前副总统搞分裂阴谋，当时的总统杰斐逊就推动国会正式出台了叛乱法，第一次允许总统调动联邦陆军和海军，不只是之前的民兵。再后来，经过内战、民权运动等重要历史事件，这部法律又经过了几次修订，核心权力一直在调整，但本质上还是授权总统在紧急情况下动用军队处理国内事务。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法律在历史上被使用过的次数并不多，最近一次正式使用还是1992年的时候，老布什总统为了平息洛杉矶的骚乱，动用了军队。当时因为罗德尼金案的判决结果引发了大规模骚乱，当地的执法部门完全失控，骚乱造成了几十人死亡，财产损失超过10亿美元。所以州长请求联邦帮忙，老布什才援引了叛乱法。所以从历史上看，叛乱法的使用是非常谨慎的，只有在真正的危机时刻才会被拿出来。那特朗普之前为什么会威胁要动用这部法律呢？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件事儿的背景。
这件事的起因是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场冲突。当地的移民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的一名特工，射杀了一位名叫雷尼古德的当地居民。ICE 是美国负责移民执法的联邦机构，这次射杀事件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很多人走上街头抗议，和联邦执法人员发生了冲突。而且当时，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明尼阿波利斯开展一场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执法行动，派了几千名联邦执法人员到那里，包括很多 ICE 的特工。执法行动的升级，加上民众的抗议，让当地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冲突持续了10几天，越来越激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公开威胁说要援引叛乱法，派遣联邦军队到明尼阿波利斯支援 ICE 的执法行动。这个消息一出来，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很多人认为当时的情况虽然紧张，但还没有到需要动用军队的地步，不符合叛乱法的使用条件。而且明尼阿波利斯的市长和明尼苏达州的州长都明确反对特朗普派遣军队。市长说，如果特朗普真的派军队进城，那将是令人震惊的一步，还强调当地的犯罪率已经大幅下降，不需要更多的联邦执法人员。更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后来又收回了这个威胁，没有明确说要动用叛乱法，但也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态度一直很模糊。这就让很多人产生了疑问，特朗普到底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威胁？他是真的想动用叛乱法，还是有其他的目的？我们接下来就分析一下特朗普的决策逻辑。其实，要理解特朗普的决策，不能只看表面，还要结合他的政治风格和当时的局势来分析。首先，特朗普一直以来都喜欢用强硬的表态来施压，这是他的一贯风格。没错，特朗普在任期间，不管是处理国内事务还是国际事务，都喜欢用放狠话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次威胁动用叛乱法，很可能也是一种施压手段。施压的对象是谁呢？一方面是明尼阿波利斯当地的政府，因为当地市长和州长都反对特朗普的移民执法政策，也反对联邦军队介入。特朗普想通过这种强硬的威胁，迫使地方政府配合联邦的执法行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抗议民众施压。当时的抗议活动越来越激烈，特朗普想通过威胁动用军队，震慑抗议者，让他们停止抗议，平息当地的局势。除了施压，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转移焦点。我们都知道，政治人物在面临一些麻烦的时候，经常会通过制造其他话题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当时特朗普政府可能面临其他的政治压力，比如国内的经济问题、其他政策的争议等。通过抛出动用叛乱法这个热门话题，就能让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冲突上，从而忽略其他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支持基础。特朗普的支持者很多都认同强硬的执法政策，尤其是移民执法方面。他发出这样的威胁，能让支持者觉得他在坚定地维护联邦法律，维护社会秩序，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综合来看，特朗普威胁动用叛乱法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手段，而不是真的想马上动用这部法律。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施压、转移焦点、巩固支持的目的，而不是因为当时的局势真的需要军队介入。那问题来了，特朗普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动用叛乱法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可能性。首先，从法律层面来看，动用叛乱法有严格的条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符合。我们之前说过，叛乱法只有在3种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而明尼阿波利斯的冲突虽然激烈，但还没有到地方政府完全失控、联邦法律无法执行的地步。而且当地的执法部门还在正常工作，
州长也没有请求联邦军队支援，反而明确反对。所以从法律上来说，特朗普没有合理的理由动用叛乱法，如果强行动用，就是对法律的滥用。其次，从政治层面来看，动用叛乱法会引发巨大的争议和反对，对特朗普来说弊大于利。除了地方政府的反对，很多法律专家、民权组织都会强烈批评他，甚至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让局势变得更难控制。还有，美国的国会和法院也会对总统的权力进行制约。如果特朗普强行动用叛乱法，国会可能会通过立法进行干预，法院也可能会判决他的行为违法。之前就有法律专家表示，如果特朗普此时动用叛乱法，将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然滥用权力。另外，从实际效果来看，动用军队介入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军队的训练重点是作战，不是处理民事冲突和抗议活动。之前就有案例显示，军队介入民事冲突时，因为训练方式不同，很容易引发更严重的问题，甚至造成无辜人员伤亡。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虽然表示会执行总统的命令，但也暗示军队并不适合处理这种民事冲突。而且当时明尼阿波利斯的联邦法官已经作出裁决，禁止联邦执法人员随意拘留和平抗议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联邦执法行动的升级。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特朗普自己也知道动用叛乱法的风险太大，他后来收回了威胁，态度模糊，就是因为他清楚真的动用军队会带来很多麻烦，反而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利益。所以综合这些因素来看，特朗普真的动用叛乱法的可能性非常小。他的威胁更多是一种政治表演，目的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是真的要采取行动。不过，虽然特朗普大概率不会动用叛乱法，但这件事也反映出了美国的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比如联邦权力和地方自治的冲突、总统权力的制约问题等。首先，最明显的就是联邦权力和地方自治之间的冲突。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各州有自己的治理权利，联邦政府不能随意干预地方事务。而特朗普威胁派遣联邦军队到明尼阿波利斯，就是联邦政府想干预地方事务的表现，这自然会引发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这种冲突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而叛乱法往往成为这种冲突的焦点。其次是总统权力的制约问题。叛乱法赋予了总统很大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也需要受到制约，否则就容易出现滥用的情况。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在发挥作用，国会、法院、地方政府都在对总统的权力进行制约，防止总统随意动用军队干预国内事务。这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另外，这件事也反映出了美国移民政策的争议。ICE 的执法行动引发了民众的抗议，说明很多人对美国的移民政策不满。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一直是美国社会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就是军事力量与民事执法的边界问题。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处理国内的民事冲突。如果军队过多的介入民事执法，就会破坏民主制度的基础，引发民众的担忧。这些问题都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而特朗普威胁动用叛乱法这件事，把这些问题再次暴露在了公众面前，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法律和民主制度的思考。其实，不管是美国的法律还是政治制度，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问题。对于我们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来说，了解这些事件和背后的逻辑，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社会，还能积累很多中文词汇和表达，提升我们的中文水平。好了，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再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我们首先介绍了美国叛乱法的定义和核心内容，
它是民兵法的例外，授权总统在紧急情况下调动军队处理国内内乱和执行法律，历史悠久，使用谨慎。然后我们讲了特朗普威胁动用叛乱法的背景，是因为明尼阿波利斯的冲突升级，特朗普想通过强硬表态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接着我们分析了特朗普的决策逻辑，他的威胁更多是为了施压、转移焦点、巩固政治支持，而不是真的想动用法律。最后我们分析了他真的动用叛乱法的可能性，得出的结论是可能性非常小，同时也探讨了事件背后反映的美国社会和政治问题。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叛乱法和特朗普的决策逻辑，也希望大家能在听播客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的中文词汇和表达。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收藏这一期播客，这样以后想再听一遍，或者想复习里面的词汇，就能很方便地找到。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会定期推出慢速中文播客，内容涵盖文化、社会、法律等各个方面，既能帮助你提升中文水平，又能让你了解更多有趣的话题。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疑问，或者有想了解的其他中文学习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看到大家的留言，并且在后续的节目中为大家解答。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